Hello，大家好，我是凤凰。三国志战略版又要迎来一个新的赛季了。S17新赛季天师举域将于8月3日在国际服上线。老规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季有什么新的特色跟惊喜吧。这一季的地图呢，采用的是4支援州加1势力的模式。徐州和豫州呢各连接2个支援区，鸿蒙呢很可能会选这2州来落地。本季地图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支援州都没有8关连接，这意味着只要前期呢打通7关后呢就能准备大战了。这一次的开荒速度呢会对整体战局呢影响非常之大。每个支援州呢都有一个关卡呢是可以连接4州的。即使是弱方呢，也至少有一个进4的关口。一般来说呢，因为它这一季的进度呢，14天内呢就能分出胜负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玩家呢，那么你只需要知道，下个赛季的开荒速度会非常快，不要执着27，因为很快就要开战了。这一季的玩法呢，有分为2大阵营，黄金阵营跟汉室阵营，各有特色，我们就一一来看看吧。2大阵营在解锁蛮族霸业开启之后呢，会送一个败将印。前期给6C 以上武将佩戴呢，会减1个统御，但属性呢会减5%，这让开荒更加顺利，快速组队伍，中期再补帅令3即可。建议给辅助角色佩戴，如麒麟的诸葛、群攻的沮授，减少属性下降的影响。败将印后期呢，可以给5 cost 以下的武将，提升5%属性，但会增加1 cost。适合的武将呢，如满宠、夏侯渊、程普、王元基等，能有效的提高整体战力。黄巾军前中期会开锁开闭指令，效果类似于兵战的春天开闭，前期用于扫荡练级等。中后期可能换成8级地，最大化开辟效果。开辟上限为10块资源地和3块铜地。特性2解锁后呢，黄巾军扫荡、开辟和讨伐均会增加8%的经验，让开荒更加顺利。汉室军呢将解锁农庄，可以提供1000全产量和提升附近1格300产量。一个农庄呢能贴3-4块的资源地。前期呢非常强大，特性2解锁后呢，则是提升7%的粮食产量，与黄巾军相比呢更具优势。玩家呢在这个剧本也能以阵营所属来选择特性的 buff， 也就是军策。黄巾阵营的军策有天宫道庙和乘胜追击。我们先看一下天宫道庙。天宫道庙黄巾武将适性变为全 S。主将受到负面状态时，有40%几率呢转移至副将，则获取30点智力和武力，维持1回合，非常适合玩张角、SP 张良或者是张包的玩家。乘胜追击，缘分队友发动突击或者是主动战法时呢，有30%概率对随机目标造成80%额外伤害，1回合触发1次。这个军策呢，比较适合的队伍就是像是富贵旗啊、富贵宫啊，或者是虎城宫啊、北伐乡和都督队。汉室阵营的军策呢，有尽复汉室和气勇激昂。我们先来看一下尽复汉室。袁绍、朱俊、黄甫松全兵种为 S， 副将控制有30%的几率呢，对令对象受到3到5%的伤害提升。这个顾名思义，就是非常适合玩袁绍、朱俊，像是群攻啊，像是渡江枪、皇冠枪这种队伍。接下来看一下气勇激昂。缘分队伍从第2回合开始呢，根据功能性增益，每个提高武力和智力1%，上限为5%。适用的队伍呢，一定是跟缘分有关系啊，像是富贵旗、富贵宫。虎城或者是北伐或者是桃园等等。阵营的选项呢，如无意外也是跟往常一样由官方来组队。
这里要提醒各位一下，就是军阵呢则是2选1，所以呢大家可以凭着自身的账号和共存情况来决定要选哪一个。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赛季特性就是脱本战法，相信大家呢在组队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如果我有多一个刮骨或者是多一个草船，那该多好吧。这一次呢终于有机会了。在特性4的脱本战法呢，黄巾军有刮骨、草船、太平和战壁4选1，汉士呢则有刮骨、草船、士别和风使阵4选1。这些脱本战法呢不会改变队伍的结构，只会提升共存的效果。那无论是黄巾或者是汉士呢，我都会比较推荐刮骨或者是草船，因为毕竟呢回血或者是debuff呢，在这个游戏呢真的是效益比其他的那些特性呢大很多所以我非常推荐。然后黄巾军跟汉士呢分别也有一个2选1的作战 buff。黄巾军有黄巾军和太平道，黄巾军提升征兵、预备兵上限和掠夺指令，适合打架。太平道呢则是提升主分层的耐久、攻城读条变短和召唤 NPC， 适合无氪或小氪玩家。汉士呢则是有军事和官使军事有招降、伤甲、刷出预备兵和战时形态的切换适合战斗。官使呢则是获取铜币，占领地变比较快。武伤兵和召唤 NPC， 适合小号或者是无氪玩家。新赛季将新增同袍系统，同袍由最多5人组成小组，通过打战功、翻地和攻城升级同袍情谊，解锁和强化指令。那这些同袍的功能呢，我就打在荧幕上，各位可以暂停观看。简单来说呢，这是一个能帮助促进玩家与玩家之间的体验和降杆的系统。同袍关系呢，让小队作战更加灵活，不用担心有没有高级地或者是屯田之类的问题。战斗时呢，也能更加专注在前线作战。Save the best for the last。最后一个值得提的赛季特点呢，当然就是新的武将了。S17 新武将就是 SB 黄甫松，这是一位全新的辅助型武将。自带技能为扶危定轻，首回合全队获得39%减伤，每回合有40%几率呢净化主将，并且提升3%的武力、智力统御。SP 黄甫松呢非常适合单核心队伍，比如说SP 关羽的队伍或者是张角的队伍等。以 SP 关羽和 SP 黄甫松为例的话呢，冠军枪配 SP 荀彧，渡江枪搭配 SP 吕蒙，或者是低配版的程普、曹操等。核心思路呢，则是减伤拖回合，让 SP 关羽发动水淹七军打击巨额伤害。SP 黄甫松呢，则带草船借箭提升速度，每回合高几率净化 SP 关羽，让输出更加稳定。SP 黄甫松呢，在接下来的几个赛季都是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获取。但是还是那句老话，能力所及，理性氪金。那这里呢，我也分享一对皇冠枪和冠军枪的标配队伍，仅供参考。那新赛季的事件战法众望所归呢，我个人是觉得有点鸡肋不建议大家兑换除非你是真的金将呢溢出来了多到数不完这样的话呢，为了共存或者是组个第7队、第8队拿来玩一下那就没问题。以上呢就是 S17 天师举义的内容分享。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呢，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欢迎也在下方留言你对新赛季的看法。我是凤凰，我们下期见吧，拜拜。